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相信很多没有经历过乔丹时代的球迷朋友，当我们第一次看乔丹比赛录像时，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那就是感觉乔丹的统治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确实是这样，乔丹的比赛风格很多时候与他的比赛形象和留在历史里的样子是不相似的，但这对于乔丹的统治力丝毫没有任何影响。回顾乔丹那些所向披靡的无敌岁月，他的对手们安排了无数个不下于乔丹法则的针对策略，可都被乔丹以一己之力轻描淡写的一一击碎。很多对手包括主教练在内都对乔丹报以极高的评价，而这其中他们很多次提到了一个字，就是狠。我们讨论了不知道多少次有关乔丹和科比的对比，可以说科比是 NBA 历史上技术层面最接近乔丹的人，但感觉总是差了那么点意思。但排除掉低肘部投篮技术动作以及手掌大小和身体天赋的先天优势，乔丹的赛场表现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狠。科比的狠更多会让对手无可奈何，你总是差点就能阻止科比，但就是阻止不了。而乔丹的狠会令对手感到深深的绝望。1993年总决赛对太阳第4场，我个人觉得是乔丹职业生涯实际最狠的一场比赛。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通过这场比赛告诉大家乔丹是如何的狠，又是如何一人平步天下的。在认识到乔丹有多狠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先了解那年巴克利领衔的太阳有多猛。那年太阳的王牌后卫凯文·约翰逊在例行赛一共缺席了30多场比赛，可最后他们还是在巴克利的带领下完成了62胜，拿下联盟第1的例行赛战绩。就连场均 32.6 分的乔丹带领的公牛也只取得了57胜的战绩。更可怕的是，到了季后赛，太阳所展现出来的血气更是令人钦佩。首轮对湖人，他们连丢掉2个主场0-2落后，但在这之后连胜3局完全翻盘。次轮对罗宾逊的马刺，他们无法阻止海军上将的伟大表现，可巴克利还是带领太阳4-2晋级。尤其是第6场决胜时刻，巴克利面对高他近20公分的罗宾逊一击绝杀。西部决赛与超音速，双方打到天昏地暗，在抢七大战，巴克打出44分24篮板的神话表现，带队取胜杀进总决赛。所以那年公牛要赢下的就是如太阳一般炙热耀眼的球队。更可怕的是，太阳这支球队逢主场他们的进攻就会熊熊燃烧，而作为例行赛战绩第1的球队，在总决赛上他们有主场优势，这对于公牛来说显然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可意外的是，前2场凤凰城的主场全部被公牛破了。乔丹2场比赛以 50% 的命中率分别砍下31分42分，但第3场0-2落后的太阳顽强的匪夷所思，完全竟将比赛打进太阳的节奏里。双方鏖战3个加时，太阳顽强取胜。而且太阳更惊人的一个细节是，把过去2场防守乔丹的马尔利拿走，而是用185公分的凯文·约翰逊来防乔丹。约翰逊的防守也确实见了效。到了第4场，太阳继续沿用这套防守对位，但到了第4场，乔丹从一开始就杀神附体，谁也阻挡不了。就像这个回合，约翰逊同样还是限制乔丹走位，但是乔丹面对约翰逊没有一丝丝多余的动作，无球走位提前落位到低位单打区，接球后一个炸球后仰跳投，直接把球甩进了篮筐，根本不给凯文·约翰逊逼住他步伐的机会。这个回合也是同样的道理，面对比自己矮10多公分的约翰逊，乔丹持球直接在3分线外等队友拉开空间，然后被打撵着约翰逊进到中距离区域，随后又是一记迎着防守的后仰跳投。乔丹明摆着就是利用自己的身高和后仰欺负约翰逊的身高。到这里，看到乔丹如此火热的投篮手感，太阳紧急换了一个策略，他们不敢再挑战乔丹的投篮技能包，于是太阳又让198公分的马尔利去限制乔丹。这个回合
面对马尔利的防守，乔丹先是拉出来用了一记投篮，逼马尔利更上前防守自己。而在接下来的回合，乔丹直接连续用了4个突破，空手换手2+1，反击滞空上篮，突破单手劈扣，空中滑行左手上篮。这几次上篮完全是狠狠地把马尔利的防守甩在了身后。其中我们注意到这几个突破回合，乔丹完全没有多余的运球动作，基本上是低身位试探步，然后一个加速，就把马尔利甩在了身后，冲到了禁区。即使太阳在禁区铺满了协防资源，但还是没用。不得已，太阳再次让约翰逊对位乔丹。于是比赛开场的画面再次上演，乔丹又开始了他的跳投表演。面对不同的防守人，乔丹在随心所欲地选用不同的武器，轮流欺负约翰逊和马尔利2个人。到最后逼得太阳没有办法，只好用里杜马斯来对付乔丹，可乔丹还是轻松得分。就像这个回合，乔丹3分线外持球面对杜马斯，一个加速配合 in and out 的运球，就完全把杜马斯的防守重心晃没了。随后来到罚球线位置，直接起飞，迎着双人包夹打成2+1。再有这个回合，同样还是面对杜马斯的防守，乔丹还是没有什么多余动作，直接低位身位加速过掉防守，来到篮下顶着防守滞空挑篮，又是一个2+1。这里乔丹的最后一攻，在上线摆脱了太阳双人防守，随后直接突破篮下。这时在内线的巴克利横移挡在乔丹的身前跃起，伸双臂阻挡，只见乔丹直接起飞，在空中正面和巴克利硬刚，滞空滑翔将球从腰间托起，一个全场比赛都没怎么休息，到最后还能在空中由刚到柔，以柔和的手感将球放进篮筐。随着巴克利倒地和哨声的响起，乔丹高举双手庆祝，用无懈可击的超神表现彻底击溃了太阳。对于防守来说，太阳已经拿出了所有的防守招式来对付乔丹，但无奈的是你就是防不住乔丹。乔丹就是可以以极其写意的方式一步步击溃你的心理防线。就像太阳当时的主教练韦斯特法尔说道，没人能防住乔丹，就连乔丹自己都不行。而乔丹的狠就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里。科比的狠就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直插心腹，但乔丹的狠中加入了一些译者的狡猾。就像在东决面对尤因领衔的尼克，乔丹2场比赛冲尼克内线造成了31记罚球，并且连冲4场连赢4场，也连续4场搞崩了尼克的心理防线。乔丹不会头痛发热，用过激的进攻手段冲击防守，他那些无敌的篮球技艺都是在极为合理的情况下去使用的。比如打矮10公分的约翰逊，乔丹就是用跳投；打笨重的马尔利，乔丹就是用突破结束战斗。你明知道用矮小和高大的球员去防守乔丹有哪些隐患存在，而乔丹就是抓住了这些隐患，一步步正面击垮你的内心。所谓你给我创造哪些得分空间，我就用哪些武林绝学去打爆你，反正没有一项是乔丹不会的。要跳投，要无球走位，要突破，乔丹没有一样是拿不出手的。以乔丹的纯实力，他也可以顶着3-4个人悍然干拔，但这就是乔丹比科比厉害的地方，他在处理进攻时太冷静了，而在这份冷静中还透露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乔丹的狠。而正是这份冷静中的狠，才让乔丹以球服人，打服了天下所有人。比如 Double Crossover 和 Killer Crossover 这些动作在达恩·艾弗森和大欧·奥斯卡·罗伯逊的比赛中经常出现，很多顶级得分后卫也会学习使用这些技巧。那么为什么乔丹反而不常使用呢？乔丹不需要这么玩。从身体素质来看，乔丹的爆发力和速度已经足够让他轻松过人。例如他在大学的最后2年，他只需要使用一招试探步就能轻松突破防守，几乎无往不利。进入 NBA 后情况也差不多，乔丹的打法超越了同时代球员一个维度，他根本不需要花哨的动作。在90年代，他仅凭 Inside Out 右手运球跨步向左变向的假动作和 Hesitation 悬崖勒马变向这2招就足以在赛场上纵横驰骋。因此当有人问为什么乔丹不使用这些技巧时，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根本用不着。随着乔丹投射技术的不断成熟，他更不需要依赖晃动过人来制造机会。就像纳什一样，他有能力使用这些动作，但作为一名组织后卫，他需要优先考虑组织进攻，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出手。乔丹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80年代，除了1989年短暂担任组织后卫的时期，大部分时间乔丹都在无球走位。那个年代的得分后卫更注重遵循战术，他们讲究中规中矩的打法，不会特立独行。在比赛中也很少看到得分后卫运球长达20秒的场景。乔丹唯一一次对拉里伯德使用 Killer Crossover， 也是因为换防时逼不得已必须出手。这种晃动动作虽然看起来很炫酷，但它不仅耗费时间，还会增加失误的风险，且在比赛中占用太多球权。蒂姆·哈达威和艾弗森的连续变向通常是为了晃开防守者，接着来个中投，而乔丹身高190公分，在后卫线上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特别大的空间，他只需迅速晃出一点空间，就能直接中投或者突破得分。即使晃动不够干净，他也有足够的办法来解决。还有就是位置和时间的问题，历代的运球突破大师，从大欧奥斯卡罗伯逊到蒂姆·哈达威，从艾弗森到马布里，再到保罗罗斯和欧文，几乎都是组织后卫，而乔丹呢，他是顶级得分后卫，而且还是那种极度不喜欢粘球的得分后卫。在 NBA 历史中，老派的得分后卫几乎都不怎么粘球。科比会不会玩花哨的动作？当然会，比如2000年对阵开拓者的第7场比赛最后时刻，他用一个大幅度的变向晃过皮蓬，然后给奥尼尔传了一个空接锁定胜局。但2006年之后，他使用花哨运球的次数明显减少了，然而他的转身和其他晃动动作依然非常华丽。不是他不会玩，而是他选择不再玩这些技巧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Killer Crossover 和 Double Crossover 以及艾弗森晃动乔丹的那一瞬间有一个共同点，大家站开看你单挑，来回耍。这种动作非常耗时间，还需要大量的球权。这种风格通常只有组织后卫才会使用，尤其是那种受街头风影响的新派组织后卫。这种打法不仅费时间，还让其他球员几乎不用跑战术，只能站着看，一人玩球9人看，队友甚至可能都要冻感冒了。到后3冠时期，乔丹的各项技术已经达到了宗师级别，他更关注的是如何融入球队。前3冠时期，他主要依靠 Inside Out 和 Hesitation 这2招就能搞定大部分对手，而在后3冠阶段，他的打法更加简洁，主要依赖背身单打和无球走位，大道至简。他不再追求复杂的技巧，而是以无招胜有招的方式斩落所有敌手。就像大欧、基德、魔术师这些早年玩的花哨的球员，到了职业生涯晚期，反而更喜欢用身体去卡位，简单有效，回归了最朴素的篮球本质。再来看看乔丹的2个经典时刻，第一个是他在公牛的倒数第2个球，不是那个最终致命的急停跳投，而是右翼持球时的突破。当时乔丹拿球观察到拉塞尔守在中路，稍作停顿，等拉塞尔重心前移后，他迅速加速，从拉塞尔的左侧突破上来得分。尽管是生死关头，乔丹依旧没有多余的动作，只凭借右手运球和加速就足以戏耍对手的重心，轻松突破成功，根本不需要做任何变向。如果再谈到他最后那一球，也有着相似之处。当时乔丹在弧顶持球，等着罗德曼慢悠悠的落位后，他开始行动，右手运球向右侧突破，达到理想的罚球线附近后，急停拉回，进入标准的投篮动作，左手起球，右手合球，双脚调整为一前一后的最佳起跳姿势，顺势送出一记看似普通的跳投。这一球命中，比赛结束，乔丹拿下第6冠，退役回家封神。这一切看似简单，却是技术与心态的完美结合。那说完乔丹为什么很少用 crossover 之类的动作，我们再来说为什么乔丹的突破看似简单不花哨，但效果却异常出色。那么为什么他的突破动作能够如此有效的过人呢？首先，乔丹在突破前的准备动作其实非常复杂，我强烈建议大家找一些相关视频，放慢播放速度，仔细观察每一帧的细节。乔丹在每次突破前都会先做一个反方向假动作，这个细节非常关键，他几乎每次突破时都会使用这个假动作，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 NBA 中的那些顶级防守者难道就这么容易被乔丹的假动作骗过吗？实际上，乔丹的成功并不仅仅依靠他的假动作，他的动作频率和步幅远超一般球员，这使得他在启动时异常迅速。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策略因素，作为防守者面对乔丹时，你真的敢轻易放松对他的防守吗？当防守者面对乔丹的1对1对抗时，乔丹通常会持球形成3威胁姿势，这时防守者就会陷入多种复杂的博弈中。第一步，防守者需要决定是否要贴身防守。贴身防守可以有效地限制乔丹的干拔投篮，但这样存在很大的风险。乔丹有着出色的背部感知能力，配合他强大的力量和迅猛的第一步启动速度，若紧贴防守，他很可能利用身体对抗迅速突破防线。第二步，防守者可能选择放他一步，这是一种常见的防守策略，目的是防止被乔丹轻松过掉。然而这种方法可能给乔丹留下直接干拔投篮的空间。
面对乔丹的投篮，防守者是否敢放他出手？如果乔丹做出干拔假动作，防守者该如何应对？贸然上前封堵可能会被乔丹一步过掉，但如果选择不动，他又可能真的投篮。许多球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乔丹投死的。第3步，防守者可能会考虑离篮筐远一点，试图放乔丹在远处投篮，但问题在于乔丹可能会选择突破而非投篮。此时防守者该如何应对？追击乔丹，他可能会突然变向甩开防守，而如果选择防守反方向，乔丹则可能直接加速突破。在这一瞬间，即使是顶级防守者也会产生犹豫，而乔丹正是利用对手的这一瞬间犹豫完成了突破，甚至在很多人防守下完成扣篮。第4步，只防弱侧的策略。在比赛中，防守者有时会选择只防守乔丹的弱侧，以期限制他的进攻。这种策略往往伴随着团队防守的配合。当乔丹突然向一侧强行突破时，防守队友会迅速补防另一侧，试图封堵他的进攻路线。然而，乔丹的篮球智商和技术远超普通球员，他总能找到防守中的薄弱环节，选择最适合的突破路线。乔丹擅长利用突破路线的结合部，即2名防守者的交汇点。他通过精妙的突破路线设计，使得两侧的防守队员至少需要1步的距离才能补防到位，这就给乔丹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选择进攻方式。如果条件不允许继续突破，乔丹会在过掉第1名防守者后直接起跳，然后选择后仰跳投。此时防守者因位置失衡，即使再起跳也无法有效干扰乔丹的投篮。第5步，最后的防守机会。当防守者选择只依赖篮下的中锋进行防守时，乔丹仍然能够找到突破口。由于突破需要3步才能达到篮下，中锋确实获得了足够的准备时间进行起跳防守，但面对这样的防守，乔丹通常会采用以下几种策略来应对。沿底线突破，反手打板投篮。当中锋已经跳起且底线区域还有空间时，乔丹会选择继续沿底线突破并反手打板投篮。此时由于追防的球员被中锋挡住，乔丹在打板投篮时面临的压力会相对较小。先于中锋起跳制造犯规。如果中锋尚未起跳，乔丹会利用自己出色的起跳能力，先于中锋起跳。虽然中锋可能会后跳干扰，但乔丹的先起跳优势使得他在空中能够制造身体对抗，赢得犯规机会。乔丹的罚球命中率高达 92%，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与强力中锋对抗中被犯规，他也能稳稳拿下分数。力量对抗2+1机会。乔丹在空中与重型中锋对抗时，凭借强大的身体素质，他能够在对抗中不落下风，甚至能在面对尤因、奥拉朱旺、奥尼尔这样的超级中锋时完成强硬的2+1。对于以超级中锋为核心的球队来说，这种犯规不仅让中锋陷入犯规困境，还大大削弱了球队的防守强度。当面对蓝领中锋及那些不怕犯规、敢于身体对抗的球员时，乔丹往往会选择与前锋进行背身单打，而不轻易冲击3秒区。即使是以力量著称的巴克利，也很难顶住乔丹的背打攻势。在历史上，唯一能在锋线上顶住乔丹攻势的组合，可能就是雨人坎普和手套佩顿的搭档。真的就没有办法防乔丹吗？这时，如果你是教练，你怎么安排防守？上蓝领内线则外线会被老流氓打烂，上强力锋线用力防守则会无限制2+1，不全力防守则会满盘皆输，被老流氓干得四面漏风。但还是有人琢磨出了限制老流氓的方法。实践中干老流氓的有效策略1。现实中季后赛或者总决赛经常出现的画面是，对方教练会安排2个球员，通常是一个后卫一个前锋，从公牛半场开始就全程紧盯乔丹，一个专门防干拔，一个专门防突破，通过堆人数来解决防守博弈中两难的问题，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老流氓进攻的确会被限制，被迫传球，但是代价是库科奇、皮蓬、科尔和哈勃至少会被放空1个，而这4个人你敢放哪个？如果杰克逊派出乔丹、皮蓬、库科奇、科尔、罗德曼的死亡五小全攻击阵容，这种战术就会直接失效，而且阵中还有一流后卫哈勃和中锋朗利可供替换。顺带一提，哈勃和罗德曼只是在公牛不爱得分，实际上哈勃是在快船场均23分的得分狠人，而罗德曼也有不俗的得分能力，每场混个7-8分还是轻轻松松。最重要的是，老流氓随时能化身组织后卫，事实上他更擅长打组织，曾经连续10场3双。季后赛场均 5.7 助攻，你掐他进屋可以，但是球队会被干爆，所以双人前置老流氓的战术一般只会出现在关键场次的最后一节，并且往往因为被科尔或者皮蓬射爆而拿不下关键场次。对付老流氓有效策略2。
坏孩子军团的战术被证实在一段时间内有效，战术核心是上面说到的第4、第5步，不惜阻挡犯规，强行掐死老流氓的进攻路线。不管他会怎么选择进攻路线，反正我就是几个人直接朝他扑过去。而且既然已经犯规了，那犯规机会不要浪费，趁犯规狠狠地干他几下，霸王肘、撩阴脚、顶心掌、开颅手通通用上，最好能把他废了，就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随着老流氓开发出后撤步、后仰跳投、翻身背打等技术被逐渐解决，再等到公牛阵容逐渐被补强之后，犯规战术就已经无法阻止他了。对付老流氓有效策略之3，在老流氓神功大成后，唯一曾经限制住老流氓的战术，后来所有球队都会或多或少的参照这个战术去执行。这个战术原理很简单，但建立正确的认知和正确的执行很难。第一步，因为乔丹的投篮是根本防不住的，所以正确的防投方式是不让他接球，而不是试图去封盖他。所以佩顿全程跟狗皮膏药一样粘在乔丹身上，而且所有超音速球员都围着乔丹的接球路线布防，甚至宁愿放掉本应防守队员1米开外，一切围绕着阻止乔丹接球进行。第二步，如果乔丹还是接到球了，则放投不放突，因为在第一步的作用下，老流氓能接到球的机会就小了，所以在面对防守突投两难的博弈时，果断放弃防投，全力防突。第一步还有个作用，就是老流氓因为传球路线被看得太死，所以往往只能在靠近3分线的地方接球，这些地方老流氓的命中率不如中投，所以打他一个成功率不高。第三步，在前2步的基础上，在老流氓的突破路线和传球路线上层层布防。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几个条件：一，协防队员既要补位又要控制传球路线，所以控制范围要很大，远超一般要求。这需要协防队员的运动能力、身高臂展都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而超音速的坎普只能胜任这个位置。2，佩顿用一切方法只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去不放，让老流氓接球位置难受，传球动作变形，导致老流氓无球和传导球动作受限。3，如果老流氓还是突破了，则整个锋线都会扑上来，再次粘住老流氓不放。一般的锋线没有这个能力在老流氓跨出第2步前挡在他的进攻路线上，但是坎普强悍的运动能力可以做到。这套战术必须在队中要有个跟乔丹一样运动能力极为变态的体能怪，而且由于攻方策略主动，守方策略从众的特性，这个体能怪必须比老流氓在身高臂展上有更大的优势，才能抹平攻守策略间的差距。以96年的决赛，老流氓被限制得很好，场均只有 27.3 分，命中率 41%。然而这是公牛赢得最轻松的一个总冠军。由于全员盯防乔丹，导致前场篮板被罗德曼刷爆，场均 14.7 个板。同时公牛的射手群随意开火，公牛胜场分差都在10几20分，而且由于补防太积极，坎普还吃到一次6犯下场。这种代价不可谓不惨烈，所以乔丹并不是真的神，他也是能被限制的，只是限制他需要投入的资源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大赵只是为了把他场均得分从35限制到27，就要付出难以接受的惨败，压上球队10几年才有一次的进总决赛的机会，只捞回一个毫无悬念的总亚军，输的实在窝囊透顶。自他退役以来，篮球运动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比赛规则到战术体系，再到球员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水平，所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调整。这些变革使得篮球更加进步，还是有所退步呢？有球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将乔丹放在今天的篮球联盟中，他是否还能展现出当年那种无可匹敌的统治力？首先，无论哪个时代，迈克尔·乔丹的统治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乔丹从1984年开始持续活跃到2003年，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坏孩子军团、大梦时代以及黑白双煞的各种战术和打法。在这些时代中，无论是怎样的无解球员，只要与乔丹交手，都难逃被击败的命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乔丹在任何时代都能够统治比赛，他的存在几乎是无解的，或者我们可以将这些时代统称为乔丹时代。如今 NBA 从勇士队的小球风格、魔球理论的兴起到规则的变化，都使得比赛变得更快、更精准。然而，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抗性更强。一位 NBA 记者曾提到，物理学中的压强定律指出，面积越大，压强越小。虽然球员人数没有变化，但空间变大了，因此不可能出现90年代那种1人对抗5人的情况。如果乔丹在今天的联盟中，他将会更加轻松自如，不需要过多的投篮，只需依靠他的运球技巧和
和标志性的动作就足以主宰比赛。在90年代，乔丹面临的是1打5的局面，他常常需要在对抗中突破重围，真正做到迎难而上，左右开空。所以综合来看，乔丹在现代篮球中依然能够轻松击败任何一支球队。乔丹的身体天赋。乔丹身高198厘米，臂展218厘米，加上一双大手，这种静态天赋可以说是黄金比例。在动态天赋方面，乔丹的腰腹力量、反应时间、敏捷度、爆发力、弹跳高度和滞空时间都堪称历史前3，而且他的抵御伤病能力也相当惊人，整个职业生涯仅受过1次重大伤病。这2方面的天赋综合来看，乔丹无疑是2号位置上的绝对第一。如果拿科比来比较，科比的手小一些，而与哈登相比，乔丹的臂展更长，身体素质更全面。许多人可能不完全了解乔丹的身体天赋有多么惊人。乔丹可以在罚球线起跳完成扣篮，可以在空中等待防守者落下后再投篮，也能在罚球线内起跳后进行换手挑篮。这些动作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随处可见，展示了他惊人的滞空时间。乔丹的外号飞人，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惊人能力。到目前为止 NBA 还没有一个球员能接近乔丹的身体素质。当乔丹在35岁时获得第6个冠军，而他面对科比、麦迪、卡特等球员时依然能够轻松过人，尽管对阵艾弗森时可能需要用一些假动作来突破。乔丹的一步过人并不是说他真的能一步就能甩开防守者，而是他能够迅速占据有利位置，轻松切入。试想一下，在科比35岁时被誉为最接近乔丹的球员，是否能像乔丹那样轻松甩开防守者？这个差距显而易见。最后，很多人说乔丹只会中投，而中投被誉为神的武器，这话确实没错。但如果有人说乔丹的3分球不行，这种说法就有些片面了。尽管与现代的疯狂3分相比，乔丹那个时代的3分球确实较少，但在当时3分球并不被看作是强项。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乔丹的3分球能力，在1992年总决赛中，公牛队对阵拓荒者，拓荒者曾经试图证明乔丹的3分球不如人意，然而乔丹在半场3分球9投6中，用经典的摊手耸肩回应了质疑，令对手哑口无言。3分球这种技术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完成的，对乔丹这种极具投篮天赋的球员来说，想要提升3分球技术完全不是问题。如果你仍然怀疑，那么再来看一个事实，乔丹第一次复出时穿着45号球衣，在首场比赛对阵溜马时，投篮命中率表现得非常糟糕。很多人可能认为乔丹的巅峰已经过去，然而第2个赛季乔丹迅速恢复状态，带领公牛队取得了72胜的辉煌战绩。这表明在乔丹看来，没有什么技术是无法练就的。换到现在这个时代，乔丹可能会在3分线外背打后仰投篮，再加上无人能挡的突破，他绝对能统治现代 NBA。那些不理解篮球的人可能难以想象这一点。公牛队有一个战术叫做乔丹战术，意思是当球队的其他战术无法有效撕开对手防线时，就将球传给乔丹，然后什么都不用管。这种战术是公牛队和美国梦之队独有的，其他球队无法完全复制，因为只有乔丹才配得上这个战术。而当年斯科特·伯勒尔不服乔丹，挑战他进行1v1对决，结果乔丹连赢2局，伯勒尔还想再打一场，乔丹回答：30年后你可以和你孙子吹牛，说你跟乔丹打过1v1，但我怎么和我孙子说呢？谁知道伯勒尔是谁？那么乔丹能否统治现在的比赛？答案是当然能，且绝对能够。那么为什么现在的超级球星如勒布朗·詹姆斯、凯文·杜兰特，亦或是斯蒂芬·科瑞打球时似乎没有乔丹那种轻盈的感觉呢？我认为打好篮球不仅仅依赖于身高和弹跳，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天赋，比如身体协调性和核心力量。虽然詹姆斯的天赋也是历史顶级，但与乔丹相比，他缺乏那种天生的协调性。因此很多人看詹姆斯打球时会觉得缺乏美感，技术上也显得粗糙。当然詹姆斯的技术能力同样出色，证明了他能够达到4万分的成绩。在 NBA 中最接近乔丹打球风格的球员就是科比，球迷们都知道，科比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模仿乔丹的打球方式，学习乔丹的各种技术，甚至连行为举止上的细节都力求模仿。然而尽管科比和乔丹在背身单打和后仰跳投的动作上相似，但在效果和感觉上却存在明显差异。有些喜欢研究细节的球迷就会发现，乔丹在核心细节上的表现远远超过科比，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那么问题来了，是科比不够努力吗？显然不是，这更多是天赋的问题。乔丹的核心力量和弹跳能力远超科比，虽然他们的跳投动作看似相似，但乔丹能够凭借足够的高度和稳定性，在后仰投篮时只需小幅度的带动小臂，
臂，而科比由于高度不足，需要拉动小臂和手腕，幅度更大，容易导致稳定性下降。感兴趣的球迷可以查看2000年后乔丹在巫师队时期的表现，仍然能体会到他的稳定性。而科比职业生涯后期则显得有所不足。打个比方，乔丹的投篮就像是完美的育苗，不需要调整，而科比则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整。尽管他在后续操作上表现出色，但前者的稳定性和精准度更为可怕。这就像是在射击游戏中，乔丹就是那种完美的瞄准，几乎不需要再调整，而科比则需要更多的调整和补偿，结果在对比中显得不那么具有威胁。其次，轻盈感源自于个人实力超越展现实力。迈克尔·乔丹在身体巅峰期是唯一一个能够不借助助跑轻松隔扣对面210厘米大中锋的后卫，他的身体素质堪称逆天。虽然他刚进入联盟时身材在后卫中已经算是顶尖，但经过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他的肌肉强度和核心力量显著提升，面对内线球员也丝毫不落下风。大学时，乔丹经常因飞得过高而撞到篮板。从乔丹还在北卡大学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年轻的乔丹一脸蒙圈地坐在板凳上，用冰毛巾敷着脑袋和肩膀，明显受了撞击。成为职业球员后，他对身体的控制变得更加稳妥了，避免了过度发力导致的伤病。在比赛中，他虽然依旧飞天遁地，但明显保留了一部分力量来控制飞行姿态。优秀的弹跳力让他的飞行既有力量而又不失优雅，而那些没有如此天赋的球员在跳跃时往往显得龇牙咧嘴，弓腰蹬腿，难以保持所谓的优雅。打球的轻盈感离不开技术与天赋的完美结合，乔丹展现了极度优秀的综合球场能力，准确来说是人球合一。他的多重假动作和试探步可以在瞬间发起4-5次幅度极小但频率极快的变向，每一个假动作都能够迅速转化为真正的突破，加上顶级的启动速度，使得一步过人成为可能，从而为后续攻框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进而可以用接下来的速度完成高难度的上篮或暴扣。这套动作体系体现了乔丹的结合球能力，通俗来说就是球粘手，他的手、脑和球三者之间的协调完美无瑕，大脑如何思考，手如何操作，球也精确地跟随指令。这种默契的配合使得球总是能在最佳时机到达他的手上，就像我们在球场上传球，总会在你到达最佳上篮位置时，球刚好传到你的手中。在现代篮球中，许多球员的动作无法像乔丹那样从容优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结合球能力尚未达到乔丹的水平。许多球员通过大量花哨的运球动作来尝试突破防守，但这些动作大多数时候显得徒劳，只能勉强拉开一点突破空间，然后通过身体挤压防守人强行突破。由于速度难以提升，动作上往往变形，使得上篮和扣篮看起来像滑溜的泥球扭动身体。虽说美感与否先不论，但从优雅的感觉显然大打折扣。相反，乔丹的动作总是显得简单而有效，这种简单并非没有深意，而是他将每一个动作都打磨到极致，化繁为简，只留下最实用的一招制敌。90年代篮球崇尚肌肉对抗，比赛的第3节和第4节常常汗水淋漓，体力分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乔丹在比赛中往往会留有余力，只有在被挑衅时才会毫不留情地飞起来进行暴扣。他的对手们也都知道不可轻易挑衅他，很多人甚至会通过礼貌攻势来避免激怒乔丹，还有一些球员会私下巴结搞好关系，这使得乔丹不得不时常放水，展示出他在面对挑战时的克制和风度。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乔丹的状态依然不减当年，他轻松的防守当时如日中天的文斯卡特，甚至主动闪开身位让新星轻松突破，这也表明了他对比赛的深刻理解和成熟的心态。最后，很多人将乔丹的轻盈感归因于肤浅的因素，如运动能力或手掌尺寸等，这种看法忽略了乔丹轻盈感的真正来源。乔丹的轻盈感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综合实力的厚积薄发，它是技术、天赋、经验和心态的完美结合，使得他在球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自然和优雅。当他的体能开始下降，并且打法发生改变时，这项惊人的技术才被他广泛的应用和为人所熟知。后仰跳投也因此被誉为 NBA 历史上最无解的进攻招式之一，同时也是最具观赏性的招式之一。从技术角度来看，后仰跳投结合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随着乔丹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素质逐渐下降，传统的突破和速度优势也逐渐转变成了劣势。在这个时候，后仰跳投的出现不仅使对手难以防守，同时也为乔丹第2个3连冠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乔丹后仰跳投的常规化与当年公牛采用的三角进攻体系密切相关。在最初的三角进攻体系中，中锋被视为进攻的核心，他站在45度角附近持球，而其他队员则围
围绕着他的位置移动，以创造轻松的投篮机会。然而，当时的公牛队并没有拥有特别出色的中锋，因此他们的三角进攻的核心是身高只有1.98米的得分后卫乔丹。由于乔丹的身体素质和力量不足以完全承担中锋的角色，他转而采用了转身后仰跳投作为主要的得分方式。这种技术在联盟中也被称为翻身后仰跳投。自乔丹开发这项技术以来，越来越多的顶级球星试图模仿并学习，但却从未被超越。即使是最接近乔丹风格的科比，也仅仅学到了这项技术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乔丹的投篮能力是非常顶级的，不管是急停跳投、原地的干拔跳投，还是后仰跳投，在投篮技术方面，乔丹无疑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在 NBA 联盟里有着很多擅长投篮的球员，也有许多顶级射手，但能够将后仰跳投技术发挥到极致的，却只有乔丹。乔丹不仅凭借这项技术摘取了无数锋芒，更是在关键时刻以绝杀对手的方式创造了2次3连冠的辉煌成就。当然，要成功运用这项技术，除了恐怖的弹跳和悬空时间外，完美的投篮技术也至关重要。在 NBA 赛场上，乔丹的后仰跳投常常是所有防守者的噩梦。尽管他们往往知道乔丹即将展开后仰跳投，甚至知道是从右侧还是左侧展开跳投，但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轻松将篮球送进篮筐。而乔丹的这种打法在关键时刻往往成为一种致命的利器，击垮防守者的心态。进球后，乔丹经常会加上一些垃圾话，使对手心里彻底崩溃。无论是后仰跳投还是翻身后仰，这些技术的基础都源自乔丹的无解跳投。无论多么高超的投篮技术，其根基一定是建立在标准规范的投篮动作之上。只有基础牢固，其他延伸技术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杀伤力。乔丹的翻身跳投随着基础跳投技术的持续完善，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左右翻身跳投开始，逐渐演化出左右翻身上下步、虚晃等变化。可以说，翻身后仰跳投是后乔丹时代的第一杀器。即使在生涯的最后1年，乔丹仍然能凭借这一招轻松的场均得到20加分，这足以证明乔丹在投篮功底上的深厚造诣。2000年之后，即使年过40，乔丹依然能够凭借后仰跳投纵横江湖。不信，看看2003年全明星赛面对马里昂的那记滑翔后仰准绝杀吧。下面我们就来展开解析一下乔丹翻身跳投的细节要点。1. 脚步细节。背对防守球员时，乔丹以一只脚作为轴心，用另一只脚向一侧或向后跨出一大步。这样的脚步动作不仅有助于摆脱对手的防守，还能够拉开投篮空间。在完成跨步动作的同时，乔丹降低身体重心，为起跳做好准备。这种低重心的起跳动作是后仰跳投的基础，能够使他在空中更加稳健和灵活。2. 起跳时机。在身体重心下降的同时，另一只脚跟随落地后立即蹬地起跳。为了实现更高的起跳，需要具备强大的腰腹和腿部力量。同时，想要有效地利用腰部发力技巧，就必须避免挺腰，而是采用低肘起球和举球的技巧。从跨步到起跳的过程必然是连贯流畅的，不能出现停顿，这是完成一个完整动作所必须的。这样的起跳时机能够保证乔丹在投篮动作中保持稳定和流畅，从而提高投篮的准确性和效果。3. 空间优势。在背对对手时，向一侧迈出大步非常关键。这个动作必须是低重心的大步，目的是获得领先半个身位的优势，从而将对手牢牢压在身体的一侧。这一步是为了之后的转身起跳打下了基础，是成功完成翻身跳投的第一个核心环节。通过这样的动作，乔丹能够有效地拉开与对手的距离，为自己创造出投篮空间，并更好地准备起跳动作。4. 出手时机。当翻身起跳达到最高点时，自然的向上伸展持球手臂，当手臂达到最高点时，利用手指和手腕的力量轻轻推波球。这个时机并不在起跳的上升过程中，也不在降落的过程中，而正好在到达起跳最高点时瞬间进行。这个时机之所以被视为最佳出手点，是因为在起跳到达最高点时，防守球员很难对投篮进行封盖和干扰，因此在这一瞬间进行出手，能够最大程度的提高投篮的准确性和成功率。5. 举球细节。在转身合球的瞬间，就是举球的关键时刻。这个动作是乔丹翻身跳投的第2个核心点。很多球迷在练习这项技术时，通常能够相对容易掌握第一个核心点，跨步拉开空间。然而，
当到达举球阶段时，很多人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双手举球的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举球不稳定，甚至在转身的瞬间，因为举球不稳而不敢跳跃，或者球自行脱手。具体的细节在于辅助手的大包围贴球，由于翻身跳投面对的防守压力较大，因此持球要稳定，必须牢牢地把球保持在双手之间。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增加辅助手对球的接触面积。在这个时候，辅助手应当适当下调，朝向投篮手的掌根位置调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花苞式托球，能够保持持球的牢固性。这个细节属于乔丹后仰跳投的隐秘技巧，通过反复练习这个细节，可以增强持球的稳定性，提高命中率。6. 拨球细节。最后一个细节也是乔丹翻身跳投的第3个核心点，在完成前2个核心点持球和举球的稳定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将炮弹精准的投射。这个细节需要用到投篮手的掌根和拨球手指。首先是掌根，在举球到达最高点时，我们必须先用掌根触球，这样做可以确保手掌和手指全部贴在篮球上，投篮手触球的面积越大，举球就越稳定。接下来是拨球，拨球时食指和拇指是参与主要拨球力量的手指，相比之下，大小拇指属于球架，而无名指几乎不参与拨球。此外，拨球手指一定要从指根开始参与，不能用指尖来扣球。通过这2个手指的力量投篮，球会在空中呈后旋飞行状态，手指和手腕的力量运用的越好，球的后旋就越厉害，飞行就越稳定，命中率也就越高。这个细节的掌握对于乔丹的后仰跳投的成功至关重要。7. 动作完整性。在跳到最高点，从投篮拨球出手直到球掉进篮筐的整个过程，应该保持最后的投篮姿势，而不是急速的将手抽回，这样才能确保投篮动作的完整性。动作越完整，就越能保证球在空中飞行的稳定性。相反，如果投篮动作不完整，意味着投篮细节没有到位，缺少环节，从而导致命中率降低。因此，保持动作的完整性对于成功的投篮非常重要。以上提到的第5和第6点是非常关键的细节，他们也是科比和乔丹在翻身跳投上的差异之一。科比的翻身跳投之所以不如乔丹的稳定，很显然是因为在这2个方面不如乔丹做得出色，他在处理细节上也没有乔丹那么到位。乔丹对于这些细节的精益求精，使得他的翻身跳投能够保持稳定性和高命中率，而科比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因此，这些细节对于成功的翻身跳投至关重要，也是区分顶尖球员之间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欢迎在……但是在乔丹驰骋球场那10几年里，也的的确确出现过一些非常著名的乔丹终结者。虽然这些防守者并不足以让乔丹恐怖的统治力下降，但他们的防守的确让乔丹非常头疼。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回顾历史上防守乔丹最成功的那些球员，究竟是他们哪种防守技术让乔丹头疼不已？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因为乔丹在其职业生涯中基本没怎么享受过1对1防守，乔丹所面临的防守都如乔丹法则那般，所以我们所提及的球员并不是完全防得住乔丹，只是相对其他人来说做得更优秀。首先，第一个就是西德尼·蒙克利夫。作为一个后卫，他包揽了 NBA 历史上头2尊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项，可以说他是 NBA 史上最伟大的防守型后卫之一。他不是布鲁斯·鲍文那样专门定点防守摇摆人的专家，蒙克利夫是卓越而全面的防守大师。他坚韧、移动迅速、聪慧，善于以小博大。1979年，他率领阿肯色大学闯入 NCAA 锦标赛，1/4决赛遭遇伯德率领的印第安纳大学。伯德上半场予取予求，轰下25分。于是下半场191公分的蒙克利夫去防206公分的伯德。虽然阿肯色最后败北，但伯德下半场只得6分。至于他的坚韧，他自己退役时的自述：我别无长处，也就是比较有持续性。以及乔丹的赞誉，与他打球就注定是一整晚的全方位对决。他像一条猎犬，无论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他都会竭力撕咬你。乔丹在他的第2场 NBA 比赛就遇到了蒙克利夫，全场21分。
2天之后，在芝加哥，他在蒙克利夫头顶取下37分。3周之后，乔丹再度在密尔沃基取下35分。乔丹22岁生日那天，公牛再度造访密尔沃基，乔丹被限制到了26分。乔丹生涯的第一个20加、第一个30加都是在蒙克利夫身上得到的。1985年，乔丹生涯第一次季后赛首轮遭遇公鹿被淘汰出局，也就是说，乔丹纵横天下的 NBA 生涯，第一场例行赛败北和第一次季后赛败北都来自蒙克利夫。理论上，他是最适合防守乔丹的人，但遗憾的是，他在巴西赛季，也就是乔丹3年级时遭遇伤病，自此职业生涯几乎中道崩殂。在那之后，防守乔丹的表现就不如从前了。1987年的2次相遇，乔丹分别37分和50分，之后便是乔丹习惯性的屠杀模式，因此他与乔丹真正出尽全力的搏击只有85赛季。但蒙克利夫确立了一种防守乔丹的模式，他矮一些，但总能跟上乔丹的步伐，他不失位，尽全力封锁乔丹的突破，逼迫他在两翼做跳投或是走底线，在进攻端也尽量干扰乔丹，消耗他的体能。他的身高的确压迫不了乔丹，但依靠持久和不失位这2点，他至少能让乔丹突破起来很艰难。这些招式后来被很多矮个子应用，也正是蒙克利夫引领了矮个子对付乔丹的模式，才逼迫乔丹做出了许多改变。阿尔文·罗伯逊1993年之前，乔丹拥有联盟最快的第一步，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突破是防守乔丹最好的方式。鉴于联盟甚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198以上的人能够比乔丹更快，所以小个子成为了防守乔丹的不二选择。而作为3届 NBA 抢断王的罗伯逊，有蛇一般的速度，极强的平衡能力，侵略性、防守意识也都顶级。事实上，在乔丹与他的交手中，的确付出了动辄单场6次失误的代价，但是罗伯逊并没有蒙克利夫那么沉稳的下盘，他只能威胁到乔丹的运球，却不能全面阻止他。整体而言，他只能给乔丹澎湃的攻击浪潮中偶尔造几个失误。当乔丹开始进攻时，罗伯逊只能目送乔丹在自己头上连番得分。丹尼斯·约翰逊，关于他和乔丹，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1986年乔丹在他面前单场拿了63分，让拉里伯德说出了上帝穿上了23号球衣这句话，而他自己也留下了这句话，你看到了，没人可以防住乔丹。可实际上那场比赛约翰逊对位乔丹并不多，全场比赛双方你来我往，杀到天昏地暗。但那个时代本来就无人可以阻挡乔丹，约翰逊只是在无意间帮全队买了单。1987年季后赛，公牛队绿军乔丹再次遭遇约翰逊，公牛3战败北。乔丹场均35分，但命中率只有 42%。那轮系列赛，约翰逊精手的判断卡位，精确的移动，适时的干扰让乔丹很难受，始终全神贯注，被乔丹投中依然不气馁，寻求队友帮助。虽然那时还不是最完美的乔丹，但是约翰逊的确曾让乔丹头疼。约翰逊和蒙克利夫有一点类似，身高矮小的他们依靠经验、判断和敏捷的移动，尽量黏住乔丹的突破，所以乔丹突破他时得靠掩护。在乔丹早期，他和蒙克利夫算是对付乔丹最有心得的人物，但比蒙克利夫厉害的地方在于，约翰逊很懂得将乔丹诱往自己的防守包围圈里。乔·杜马斯，他是乔丹所承认的遭遇到最难缠的防守者之一。但是嘲讽的是，举世闻名的乔丹法则之所以出台，原因就是因为杜斯马1对1防不住乔丹，于是乔丹法则出炉。之后公牛队活塞，乔丹场均28分，但公牛始终赢不了活塞。实际上，限制乔丹是活塞全队的功劳。早在1986年，丹尼斯·约翰逊就明白了这个真理，你无法一个人对付乔丹，因此他早早想出了利用队友来控制乔丹。杜马斯平心而论并非一个完美单防者，他的下盘稳定，但速度并不出众，因此当他单防乔丹时会发生61分、59分之类的散剧。但是他是一个意识绝对完美的防守者，他的预判、横移与队友的沟通、细节调整都很精确。活塞依靠全队来限制乔丹，而杜斯马是这核心，他是背后这堆肌肉怪物的引导者，和乔丹玩一场斗智游戏。
乔丹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的仇恨和偏执，一旦惹怒了他，会被他抛下地狱蹂躏。但是杜马斯和乔丹却关系颇佳，他是个君子。每次杜马斯领兄弟们来屠宰乔丹前，两人会互相问好。乔丹也承认他们从来没彼此递过一句狠话，让乔丹对他恨不起来也是防守成功的秘诀之一。无论如何，乔杜马斯设立了一个标准，虽然依靠了全队体系的帮助，但他毕竟是历史上成功阻挡乔丹最长的人。加里佩顿，如果仅从结果上来看，防守乔丹最好的应该是佩顿。乔丹2个3连冠时期的总决赛有5次场均30加的豪华数据，其中还有对阵太阳系列赛场均40加的表现。但只有在第2个3连冠时期的乔丹出现了唯一一次没有得分超过30加表现，也就是96年面对佩顿和坎普带领的超音速队。这一年总决赛，乔丹只交出了场均 27.3 的表现，命中率仅有 41.5%， 远低于他的生涯平均水准。1996年总决赛前3场，在赫西霍金斯的主防下，其他球员车轮战下，乔丹场均31分。尤其是在西雅图的第一战，乔丹上半场27分，全场36分，超音速的防守阵容全线崩溃了。用霍金斯主防乔丹，是因为1996年的乔丹逐渐变得大巧不工，内线要位、接球、轻巧的后仰跳投杀人于无形之中。因此，以往靠快速零售型后卫赌突破的方法不那么有效了，而霍金斯下盘沉稳，可以扛住乔丹。但是当霍金斯被乔丹接连晃过后，发现还是低估了乔丹的速度，于是总决赛后3场，佩顿去全力对付乔丹。虽然故事结果并没有被改变，公牛取下总冠军，但是后3战乔丹的命中率急剧下跌。佩顿扮演了完美的反派角色，碎嘴、挑衅、全力防守，以进攻突击公牛后场，使公牛疲倦，依靠速度制约乔丹的突破，精准及时的干扰乔丹投篮。因为在速度灵活性上占不到优势，乔丹需要靠背身单打来发挥他的身高和力量优势。但佩顿自己身为控卫中首屈一指的背身大师，他在防背身小技巧方面也精妙绝伦，这也让乔丹打得非常难受。如果说乔杜马斯类似铁门槛，加里佩顿就是绊马索，前后左右无所不在，绕前、顶防、卡、让、假摔无所不至，辅之以超音速丛林的侧翼包夹和弱侧补位，终于逼迫乔丹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差的一次总决赛。乔丹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面对着这些顶级防守人的针对，与此同时还会参加各种比赛来检验训练成果和保持竞技状态。这里面最著名的就属德鲁联赛。德鲁联赛是洛杉矶举行的由职业球员和非职业球员共同参加的夏季联赛，每年都会吸引到一些大牌的 NBA 球员参与到其中，像勒布朗、科比、杜兰特、哈登等球员都曾出现在德鲁联赛的赛场上。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在今天夏天的德鲁联赛中，刚刚凭借35分7篮板的出色发挥，带领球队以81比77击败了对手，成功晋级下一轮。他就是被称作当今联盟仅存的古典后卫，现效力于芝加哥公牛的德马尔·德罗赞。接下来就请与鲈鱼一起走进这位与众不同的球员。为什么德罗赞被称为仅存的古典后卫呢？因为在如今的联盟，随便哪个位置的球员都可以出手投三分球。像库里和利拉德这类将三分球视为常规得分武器的后卫球员自不必多说，连恩比德这种大中锋都已经开始在三分线外开火了。很多球队更是将三分球提升到了战术层面的地位。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得分后卫的德罗赞却依然将中距离跳投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得分方式，在这个时代的赛场上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却又独树一帜。人们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他的运动能力一流，个人扣篮从来不在话下，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进攻发起点。他的身高对于一个2号位来说甚是偏矮，这样一个纯的不能再纯的中距离得分手，本该出现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就是德罗赞2号位上的古典主义者。曾经的他号称北境之王，在寒冷的多伦多与好兄弟弱旅联手将弱旅暴龙带入到季后赛的行列，
2016赛季更是在常规赛取得了创队史纪录的56胜的战绩，而这对垃圾兄弟也终于突破季后赛首轮，一路拼到东部决赛，并给当时由勒布朗领衔的克利夫兰骑士制造了不小的麻烦。2019赛季，德罗赞被球队交易到圣安东尼奥马刺，在马刺的这几年，他的表现不温不火，与阿尔德里奇的联手也并未重现马刺的荣光。很多球迷认为他的生涯高度可能也就如此了，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会在下一站将自己的表现提升一个档次。2022赛季，德罗赞从圣安东尼奥去了风城芝加哥，与朗佐鲍尔、扎克拉文组成了公牛的三巨头。起初这个组合并不被外界看好，毕竟三人都是需要有球在手才能发挥威力，球权上的分配很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在教练多诺万的合理安排下，不仅球权问题得到了解决，每个人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使得公牛再度成为了联盟劲旅。这个赛季，德罗赞打出了生涯高光表现。常规赛阶段，场均 27.9 分、5.1 篮板、4.9 助攻，场均得分是生涯13个赛季以来最高，同时也是公牛队内第一得分手。经常观看公牛比赛的球迷一定不会忘记，今年1月1日，公牛队108比106客场险胜印第安纳溜马的比赛，最后一攻由德罗赞来执行，他在距离三分线还有1米的位置，起码射箭3分命中，完成压哨绝杀。而公牛则凭借这记进球，从落后1分到反败为胜。在他出手的那一刻，时间仅剩 1.7 秒，这也是2022年的第一个绝杀。德罗赞也成为了1997年的迈克尔乔丹之后，第一个在常规赛投进压哨3分绝杀的公牛球员。而在次日，公牛客场以120比119险胜巫师的比赛中，德罗赞再次上演单骑救主的戏码。库兹马在最后 3.3 秒命中3分反超比分，但随后放手一搏的德罗赞在面对两人防守的情况下，强行干拔3分完成了压哨绝杀，这让他成为 NBA 历史上首个在背靠背比赛日上演压哨绝杀的球员。连续2场比赛投中绝杀，而且还是自己并不擅长的三分球，连德罗赞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做梦，还是一切真的发生了。不仅如此，他还是当之无愧的末节之王。他在第4节的得分排在联盟第一，投篮命中率高达 53%， 罚球命中率为 88%。 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当初那一套古典打法的坚持，并将中距离投篮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场均3分出手次数仅有 1.83 次，同为这个时代的后卫，库里的场均3分球出手次数为 12.8 次，德罗赞的场均3分出手数据仅为库里的 14% 左右，而这两个人场均得分十分相近。场均出手总次数，德罗赞是 19.1 次，而库里是 20.1 次。由此可见，德罗赞的进攻效率非常之高，而这就是他一直贯彻的古典篮球打法。在其职业生涯13个赛季中，只有2014赛季和2018赛季的三分球出手率超过了 10%， 其余11个赛季的三分球出手率均在 10% 以下。换言之，如果他每场比赛出手10次，那么有9次为中投或者上篮，只有1次是三分球。这足以看出他更喜欢通过中距离投篮或者进攻篮下来解决战斗。但是常规赛表现出色的他，在今年季后赛中却表现得让人有些失望。虽然考虑到公鹿毕竟是卫冕冠军，加上公牛的伤病影响，在首轮出局并没有特别出乎大家的意料，但是在公鹿的防守之下，德罗赞场均只能得到 20.8 分、5.4 篮板、4.8 助攻，命中率仅为 41%， 并且没有投中一个三分球。这样的表现与常规赛相比，的确有着不小的退步。尤其是系列赛第一场，他的表现如同梦游，整场比赛出战43分钟位列全队第一，可惜25次出手仅命中6球，拿到了18分，命中率只有 24%， 这是本赛季他命中率最低的一场比赛。本赛季常规赛阶段，他的投篮命中率超过 50%， 并且从未低于 30%。 在第4节比赛中，德罗赞出手6投1中，命中率仅仅 16.7%， 与他末节之王的表现相去甚远。有的球迷会说，只看他打的最差的一场比赛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他常规赛与季后赛命中率的对比。
德罗赞分别在2013-2014赛季至2018-2019赛季连续6年闯入季后赛，并在刚刚过去的赛季带队止步于季后赛首轮。在其进入季后赛的赛季里，常规赛阶段的命中率分别为 42.9%、41.3%、44.6%、46.7%、45.6%、48.1%、50.4%。季后赛的命中率分别为 38.5%、40%、39.4%、43.4%、43.7%、48.7%、41.1%。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除了2019赛季季后赛的命中率略微高于常规赛以外，其他赛季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有的赛季下降甚至超过10个百分点。都说季后赛才是检验巨星成色的舞台，经常性的季后赛发挥不佳，难免让人对德罗赞的能力产生怀疑。那为什么他一到季后赛就发挥失常呢？还是以今年季后赛对阵公鹿为例，由于米德尔顿的受伤缺席，公鹿让以字母哥为首的三高缩在禁区，同时由于身边队友三分威慑力有限，并没有有效的为德罗赞拉开空间，这使得他很难有效的突进去，无法造成杀伤的同时，还经常要面对对方的多人包夹。而由于字母哥这种兼具身高臂展和灵活移动能力的常人形在，使得他的中距离投篮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突又突不进去，中距离又投不开，三分球又不准，使得他只能选择三分线往里一步的长两分解决问题。而这种长两分恰恰是比较低效的得分方式，因此造成了德罗赞在季后赛里命中率严重下滑，而他的打法很可能终其职业生涯都会受困于这个问题。但是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接过乔丹和科比递过来的接力棒，证明了古典的中距离跳投一样可以杀死比赛。他已经在联盟中写下是东部前2的球队。然而比赛的过程却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般激烈，反而战况却呈现一边倒的局面。热火几乎整场都控制住了比赛，最终在主场取得了大胜。算上这场比赛，热火本赛季已经3杀公牛了。热火再次用这场比赛证明了他们的强大，告诉了公牛什么是季后赛强度。在这之前，公牛即使缺少了鲍尔和卡鲁索，但他们总是能将比赛拖入末节的焦灼时刻，然后再又让德罗赞收下比赛。公牛的很多比赛基本不是险胜就是惜败的局面，但这场比赛公牛连咬住比分都做不到，甚至一度崩盘。那么热火究竟做出了什么战略部署，才以碾压的姿态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分析这场比赛热火是如何限制公牛双子星的。作为联盟中最喜欢守联防的球队，果不其然，热火在开局后便摆出了他们的招牌反2-3区域联防。我们看这里，巴特勒和阿德巴约，一个小前锋，一个中锋，都防到了上线这个位置，而个子相对矮的文森特和邓罗摆在了底角两侧，篮下则是由 PJ 塔克负责，让两个锋线完全覆盖上线的防守。之前的影片我们说过，热火队内有着非常适合打联防的球员，他们的锋线球员机动性非常高，他们的技能点让热火可以很好的使用反2-3联防。这类球员在上线防守面积极大，将他们摆在上线可以最大化他们的防守能力，相当于将防守压力全部放在了高位这片区域，这就让公牛外线持球突破发起变得非常困难。而当公牛想要尝试将球给到内线武切维奇时，热火两侧底角的补防速度又足以破坏掉你的传球。就像这个回合，可以看看热火两侧底角的补防速度有多快。德罗赞的传球还没落到武切维奇手中时，两侧的邓文和文森特就已经来到了油漆区内，和塔克形成了三人合围的态势，最后把球断掉。而这个回合相同的事情还在发生，只不过这次公牛的出球比较安全，但最终的终结却出现在了弧顶三分位置，一个德罗赞不擅长的进攻位置。从这几个回合来看，热火的防守态度很明显，他们就是全力阻止公牛双子星的持球突破，而阿德巴约和巴特勒的防守意识和身体优势让双子星的投篮也变得异常困难。而对于热火来说，下一步防守重任就是阻止武切维奇的内线进攻，这需要热火靠内线的补防轮转去弥补。就像前几个回合一样，
武切维奇进到内线后，两侧底角迅速回收补防。但热火的内线轮转并不是无脑的去堆在武切维奇身边，就像这里，我们可以注意，武切维奇在顺下时，在内线已经有了一个小机会了，但是热火两侧的防守并没有移动，还是保持在公牛站底线的球员身边。直到武切维奇再次要球时，巴特勒才从底角溜过来对武切维奇实施包夹。当阿德巴约换防到外线时，热火在内线的身高是没有优势的，但他们就欺负武切维奇的机动性缓慢以及持球破包夹能力弱。一旦包夹导致武切维奇掉球，那热火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所以到这里，公牛的挡拆打不了，调给内线打不了，给两侧的队友吧，他们的持球能力又不太行。你说偶尔让他们自己运球投一个还可以，但是这些都是热火放给你的，这都是在热火的容忍范围内。让武切维奇接球，然后高速传球找空位的方法，公牛也试过了，但热火面对这种情况依然处理的游刃有余。就像这个回合，热火会采用我之前在独行侠所述 XR 的轮转方法去应对。武切维奇在低位接球，背身打巴特勒，这时巴特勒由于抢得太上前，被武切维奇过掉了。这时强侧底角负责防守多森姆的邓罗迅速补防。当武切维奇准备传球时，我们可以注意底角是处在一个空位位置，所以这时45度的文森特轮转到底角，武切维奇就把球传到了45度空位。而球到这里时，弧顶的阿德巴约又轮转过来补防，公牛又转移球到弧顶空位，在内线的顿伦是快速移动扑出去补防，让公牛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空位机会，谁离得近谁就过去补，让你根本投不了空位三分。所以即使公牛快速传导球，热火的防守轮转也能跟得上，所以到最后公牛好像就只剩下双子星个人持球单打了，但这两人单打面对热火的防守也是非常困难的。就像这个回合，拉文外线持球单打阿德巴约，即使是个错位，但阿德巴约的机动性也是能跟得上拉文的脚步，最后拉文突不进去，只能顶着防守投高难度的三分球。这个回合挡拆过后，德罗赞持球单打戴德蒙，同样的，最后也是高难度的漂移后仰中距离。所以面对热火的防守，双子星的单打效果也不是很好。这场比赛公牛展现的整体性明显不如热火，公牛几乎是被热火全程牵着鼻子走。热火拥有巴特勒、塔克、阿德巴约这样的顶尖防守者，热火在防守端的策略很明确，就是迫使德罗赞和拉文出手那些高难度的投篮，然后牢牢限制公牛其他球员的进攻，让他们无法获得空位的机会。这样的防守强度让本赛季场均可以拿到 112.4 分的公牛全场只有99分入账，其中前三节只有可怜的67分。有了出色的防守，热火的进攻也是游刃有余，他们可以抓反击，也可以在进攻端打得更耐心。此外，相比这支公牛，热火在替补的得分火力上也明显更胜一筹。公牛依然还是老问题，虽然德罗赞和拉文带着公牛前进到东部第二的位置，他们一直用单挑的大佬方式不讲理的去完成得分，但今天热火的防守应该让他们意识到公牛的侧翼攻防薄弱有多么严重。公牛的防守本来就存在问题，而他们的侧翼进攻再脆弱，一旦遇到热火这种靠着顶尖防守轮转的球员，让双子星过早陷入无限单打模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季后赛，公牛状况会很艰难。德罗赞和拉文其实也不是一直无脑单打，他们的单打一直是和队友的进攻穿插交替进行。德罗赞的不讲理也是在前三节保有足够体力情况下，这样关键回合德罗赞才能更稳定些。现在对于公牛来说，如何避免让双子星过早陷入单打循环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很显然，这场和热火的较量，公牛看到了他们和联盟真正顶级强队的差距，或者说看到了和季后赛球队的差距。因为热火堪称是这个联盟季后赛型球队的代表，他们拥有很好的整体性，他们可以打出很强的防守强度，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不依赖状态打球。相反，公牛则是无疑还是一支季后赛球队。这支公牛还未经历过季后赛的洗礼，队中有不少球员的季后赛经验都是零，甚至包括他们的核心之一拉文。所以对于公牛的更大考验还远远没有来临。而现在这支热火在没有落泪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东部的领头羊。而且迈阿密人接下来的赛程比大部分东部竞争者的剩余赛程更宽松。如果眼下对东部做个预测的话，热火以东部第一的身份结束例行赛的概率不低，
他们是最有可能在季后赛中拥有大把主场优势的球队。诚然，迈阿密热火的攻防并不完美，但相比起其他的一些东部竞争者，这支球队的完善程度很高。眼下的热火就是东部每晚表现最一致。不太喜欢他。科比的离世都对篮球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虽然没有人会停止对篮球的热爱，但我们总感觉内心失去了一些东西。正如乔丹所说，当科比离开我们时，就好像我的一部分也随之离去了。科比之所以会被人们铭记，是因为他在篮球场上留下了无数美轮美奂的瞬间，尤其是那最美的后仰跳投。科比不仅离开了我们，也带走了这种传承。从此以后，也许再也不会有人能像乔丹和科比那样展现出如此绝妙的后仰跳投。本期视频就让我来解析为什么科比这么厉害，希望这部影片成为曼巴传承的接力棒，让我们把这份美丽一起传递下去。科比的打法非常特别，让我们来看看他最擅长的区域。他会通过各种手段在防守者头上不停地予取予求，即使防守者没有失位，科比的投篮也很难被封盖。他使用的 Tom Motion 的发力姿势和举过额头的高出手点，构成了科比美如画的投篮特点。确实很难体会到投篮会被封盖的苦恼，相信大家对科比的投篮已经非常熟悉，我不再赘述。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了科比的技术有多么细腻，他的小细节非常之多，尤其是他的脚步动作。你看看他被打时的脚步，他会不停地使用小跳步来创造机会，可不要小看这种连续的小跳步，它可以为科比创造无限的空间机会。这些不断发生的小跳步可以为科比的双腿带来更多的力量，所以当他完成接下来的转身动作或者瞬间爆发时，起步动作非常流畅，双腿的力量并没有因为被打对抗而流失，他不需要准备动作，就像一支勾在弓弦上的箭，随时待发。科比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很好的将脚步和运球结合在一起，每当他小跳步落地时，篮球也会同时落地，这不仅让他的节奏看起来非常舒服，也可以为他提供可观的爆发力。看看他转身的速度有多夸张，防守稍微走神就会被科比抓住机会，因此我们会发现科比的被打非常灵活，他一直在完成半转身动作，寻找防守的漏洞。他并不是采取蛮力的被打方式，而是运用不断变化的脚步动作，使防守很难预判到他何时会出手投篮。科比在低位被打过程中掺杂了一些小细节，变速开始的慢节奏被打只是为了迷惑防守。当科比来到终结区域，他会迅速转身，快速完成后仰跳投。当防守陷入科比的节奏时，这回合已经结束了。他们需要时刻注意，面对劲如泰山的被打，科比什么时候会突然加速完成下一个动作。防守实属不易，他们不仅要提防科比随时出现的转身跳投突破，还要小心科比的假动作。科比在被打时会加入很多细微的动作，让我们将时间倒回，你会发现防守一直在犯同一个错误，不断为科比提供舒适的投篮空间。就像这个回合，科比在转身前做了一次向右侧转身的假动作，防守也跟着上当了，因为防守球员向右横移了一步，科比向篮下转身的空间就出现了。即使勒布朗也掉入同样的陷阱，在防守科比被打时，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就会被科比误导，韦德也不例外，他也被科比欺骗了。科比在被打时很喜欢混入一个转身假动作，每次都能骗到防守。这源于科比在完成转身假动作时，并不是在完成一个简单的上肢动作，尽管看起来很像晃肩，但这并不足以欺骗防守。实际上，科比通过转胯动作达到转身的效果。让我们仔细盯着科比的胯部，你们会发现科比转身时，这个部位会发生明显的移动。当科比使用胯部力量完成转身时，这个动作会完美带动上肢，达到极其逼真的转身效果。科比转胯的速度非常快，防守是来不及思考这是否是一个假动作的。当他们离开科比的被打区域时，防守也就完蛋了。科比在低位进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源于他出色的投篮水平，我个人认为科比被打的假动作才是最危险的武器。让我们回看这个回合，科比发现防守向右侧移动时，他并没有使用一次完整的转身，而是进行了半个转身停顿，再半个转身上篮终结防守。第一次掉入陷阱时还会有补救的机会，但他们却困惑了。科比的第一次半转身防守并没有马上回到篮下防守，不清楚科比第一次半转身是否也是个假动作，把他骗到篮下。你们看，防守的双脚像是被科比锁住了一样。如果防守没有上当，没有因为科比的假动作离开防守科比最好的位置，科比还留有后招。就像这个回合，科比转身移动的距离实在太远，防守没办法对科比投篮完成封盖，甚至他们要好好想想怎么才不会给科比2+1的机会。科比在被打结束后准备完成转身投篮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最后一次跳步的落地时，他会突然打开双脚。你们会发现，科比每次转身后仰投篮时，
他都会跑到很远的位置，这样防守很难及时跟上。科比在被打时，双脚之间的距离很短，但当他准备做转身动作时，双脚就会像打开一样，看看防守追上他有多么困难。大开的双脚距离，同时可以保证他处于一个低重心的状态。科比的身体姿势也许就是他最大的过人之处了。无论是在急速冲篮的情况下，还是在左右转身的晃动中，他总是能够将自己的身体带入低重心模式。这种状态是高个子后卫梦寐以求的。我真的没有见过现在哪个得分后卫能做得像科比这样持续保持低重心的姿态。当我们了解科比的低重心模式，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科比的投篮假动作时常可以欺骗到防守起跳。作为一名假动作大师，科比投篮同样具有很强的欺诈性。很多防守在面临科比投篮时，经常面对被晃飞的局面。勒布朗也在这个队列之中。科比在完成投篮假动作时，他的下肢依然保持低重心姿态。你们看他投篮时膝盖弯曲的幅度和转身时幅度基本一致。科比投篮时会有意用目光看向篮筐，将篮球举到有点夸张的高度，这像极了他的投篮。当防守被晃飞时，科比可以迅速衔接下一个动作，转身后上下步上篮或者直接跳投。科比有足够的耐心，当投篮没有晃起防守时，他也不会着急，陷入不能出球的困扰。他还有同样出名的三威胁动作。在单打这个领域，科比和乔丹将篮球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都是极度偏执的球员。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更好的解释科比为什么如此伟大。乔丹也承认过，科比偷走了他所有的技术。面对巫师时期的篮球之神，科比每一次都会尽全力发挥，试图在乔丹面前证明自己的进步，但又保持非常好的竞技氛围。要知道，很多比赛往往需要咬出一口气，笑了就会容易泄气。科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只有对乔丹最例外。科比会时常在场上与乔丹微笑对话，这可能是因为科比对乔丹在1998年全明星的一种感恩。在那年全明星，乔丹因为流感打了3针，身体很虚弱，本来计划是全明星赛走个过场就好，但没想到还是新秀时期的科比发挥全力，认真在打。乔丹也没有因为科比是新人而看不起他，反而是认真的在球场上一次又一次展现自己后仰跳投绝学，对科比言传身教。年轻的科比不断用上篮和灌篮的方式得分，而乔丹却不断用背身技术单打。科比在他头上不停打成2+1，哪怕科比封到了乔丹的手指间，乔丹都照进不误，仿佛乔丹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想要拿到冠军，你还需要有这个技术。而科比也确实意识到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在1999年的休赛期，仅仅用了1个夏天，科比将从佩顿那里借来的乔丹紧急光盘看到了磨损的程度。最终，科比也是在乔丹这次暗示之后，没有走弯路，不停苦练投篮，从而开启了自己的湖人王朝模式。但如今这份传承好像断掉了，或许那年60分的谢幕战是我们见过最后一次的后仰跳投，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世界名画。希望在天堂之上，你可以找到你的归宿。Rest in peace。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